如果你要做中古置产，我会建议你身上要留50万来整理化妆哦，整理化妆。除非那个屋况就是很好，家具家电都齐全，好，可以让你直接入住。可是这种东西就不会便宜嘛，就不会嘛，哦。那我们买便宜就是要留钱来整理。买一间像那个截图里的空屋，那个鸟样子哦，50万真的是低标了，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要改，50万花得非常的快。你大概就是天地壁、油漆、灯具、窗框那个弄一弄，钱就花完哦。你的家具家电哦，厕所都还不能重做哦，50万大概就花完，很快哦。所以中古屋的门槛真的很高，真的是很高，对中产阶级来说哦。那对那个资产阶级，他不会去买中古屋嘛，对不对？他会去买豪宅案啊。如果你做中古，你就一定要留钱来准备这个装潢整理的事情，不然你就会像今天这个影片的苦主一样，你房子都买了，房贷正在缴，房租要继续付，蜡烛两头烧，你住不进去。为什么买了房子却无法入住？揭露年轻人买房的现况与最佳选择策略。我现在在台北有办法买房子，是真的很硬了，很厉害了哦。先说结论，现在房子太贵了，那变成说你要负担头期款再加装潢费用。我说中古啦吼，那你预售的话就是要直接买下未来价嘛吼，付款轻松，不过你后面还是有一提装潢在等你哦。那这个中古的话要负担头期款加装潢，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很困难，是真的很困难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菜篮族买房会赚钱，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买房却无法入住。要来聊这个是因为我刚好看到一个 YT 频道叫夫妇之道，我朋友传给我看的，然后他们最近刚好买了房子然后却发现无法入住这是真的因为他们都拍出来了。这个标题叫什么？只花20天在台北买了一间房，却无法入住。这辈子做过最冲动的决定，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成为房贷少年团40年老公寓重生计划启动，什么有没的。好，然后拍了一支纪录片。那当然是恭喜他们啊！真的很厉害，30岁台北买房子我真的是蛮强的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他们的状况就是他们本来买房子的钱是要用来办婚礼的那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多养一只猫结果就发现现在的房东对养宠物都很不友善不是直接拒绝，就是要签什么宠物条款，然后价格就往上翻，这样弄得他们很不爽。结果其中一个人蛮猛的，他就看了100多间房子，然后挑出其中符合的，整理成一个 Excel 表单，然后剩下10几间来挑，这样那最后也是顺利买房，只是没想到买了以后没办法住，因为在付头期款的时候就把钱花了差不多了。其实不止头期款，还有中介费，中介费也是一个大头然后他们买的是一间老屋嘛，就需要整理，没整理是无法住的。我有看那个影片真的是有点克难就是没整理没办法住。你看这个我的截图那连门都没有门都没有然后电线都是裸露的这个也不太安全所以他们现在正在筹备装潢款。虽然他们已经有装潢贷款出来但是还是远远不够，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要努力工作赚钱那当然也会比较有压力一边付房贷另一边还要付房租，因为他住不进去嘛要多加油这样。所以你要知道新手买房的盲点那故事讲完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先说我不是要酸他们或怎么样第一次买房子难免会有思虑不周的地方。我第一次买房子是这样谁知道我之前有买过很鸟的房子就是那间房子我已经卖掉了，但是当时这个在交屋的现场，我带你去看，你会说看这是房子吗？这是废墟吧对啊，就是这样我自己强调什么反直觉就是我也是克服了心魔，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反直觉反一次然后人家买下去那当然后面都是获利颇丰。好，那还好那时候有那个前辈来下指导棋，来告诉我这个怎么改怎么用，要花多少钱，你就可以变身成 IKEA， 然后其实也没花多少钱这样就是那个你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的店长那个时候他教我的我会说房地产真的有经验没经验差很多呢那我那个没经验他就说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然后如果你发生什么问题的话，那个我来帮你处理
就是人家就有经验嘛，所以他就知道怎么改怎么用哦。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看到废墟我就算了，我们去看下一家。不是这个有漏，然后怎样，然后讲给我听哦。剧本，人家有经验没经验差这么多。我现在就是在分享我的经验透过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当然我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至少要怎么把它改成 IKEA， 这个我还知道哦。反正我不知道，我会去问他嘛就是这样。你们现在那个来问我问题的那个会员啊，问题有够难，真的是有够难。那个问题都已经不是几句了，以前都几句现在是直接一整篇文章然后还给我分点。我现在情况是第1点、第2点、第3点，然后怎么样呢？一直到第13点，然后来问我靠，很难呢。然后我也不是每一题都会啊，不会我会直接跟你讲不然我继续问他就是这样。人家有经验处理过的那个奇形怪状的事情很多。回来好了我们只是单纯讨论这个案子就是那个影片里面的案子。然后记得以下我们说的都是考虑自住的情况自住先说结论，我如果要自住，我不会买这间房子不会买这间房。当然台北的房子很保值啦，但是因为今天是他要在自住的情况之下买这间房子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你光看这张照片对不对？看起来就是整个打掉，水电要重做，然后要一点轻装潢，家具再买一买。我猜整间弄到可以入住至少应该要200万200万以上做出来的东西，你去看你会觉得很阳春，那个文青不会喜欢因为没有质感。然后再加上他买这间房子的头期款多少，他这支影片没有说。我认为啦，新青安带好带满1000万，自备200万，这2笔钱加起来自备的钱再加装潢的钱就400了呢。他们才30岁呢能拿出400，这很厉害了呢那如果我今天要拿出400，我有办法拿出400，我已经可以去挑人家有装潢过的房子，也不是什么全新装潢啦，就是至少我不用这样全部重做，然后要去拿那么大的钱去自己改，然后改了要跟工班那边叠对叠我们是都有认识配合的所以完全信任。因为我不想管，我就给他们弄那他们也很喜欢我这种客户，因为都不会管弄错就弄错我也没差，我们男生比较没差那如果是你自己要自住你会刁他们刁到爆，我跟你讲所以我会建议买有轻装修的中古屋就好了真的是这样轻装修的中古屋就好了。这我随便找的来你看一下。我现在不是在推荐这间房子，我把码掉嘛，你可以看一下反正就1398，然后长这样这个我看起来的重点叫地板、油漆跟天花板都已经好了地板、油漆跟天花板都已经好了。然后它这是3房2厅2卫1个阳台，所以这整间给你弄，你要弄成它这样应该也要200万。至于它是不是黑心投资客、黑心装潢，那个你就自己去检查我们会看然后即使是黑心投资客，黑就黑了嘛，我又不是不会改所以还好那你看这一间3房2厅公寓，开价1398，这也一样是我选台北的你要买的话，你自备要多少你头期准备280就够了，其他全部带下来它有没有比没装潢的还要贵？有但是你整笔贷款可以一次下来你刚刚有看到那个装潢再加头期400万现在是个280呢，对不对？400跟280呢，你中间还有120万可以用呢你120万你要东改西改，买家具家电很够了，真的很够。甚至你家具家电软装买一买都买 IKEA， 全套都 IKEA 这个也没关系，也花不到120万那也不会遇到现在这种房贷跟房租你要一起缴，然后至少要等半年的情况。对啊，所以这种东西是有买方市场的，就是长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投资客装潢过的东西，可是你就是不用自己掏200，你掏200，你要把它装成这样，我跟你说你做不到，人家就是长期配合的工班或干嘛嘛，所以人家装潢出来他卖你这个，是人家应得的利润然后现在的装潢你基本上可以确认电线一定会换为什么？因为买方一定会问这个就是我们这些 YouTuber 市场教育有成一般来说看得到的才会改，看不到的都不会改，所以那个电线通常都不换。但是现在买方都被教育的一定要问，所以现在的装潢它只是翻修之后要拿出来卖，它电线一定会换电线一定换，不然被人问到爆而且全屋都换，其实也还好，也没多少钱那像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电线也是有换我要卖的也是有换。那你买方买这个东西就很友善你不觉得吗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剩下都软装的事情，然后弄一弄。如果你要
生活的有质感，然后怎样怎样，你要自己去选油漆跳色或是怎样，那都可以啊。那剩下的钱都不会那么大，至少人家都把格局的状况都处理掉了。那这个同时也验证了什么啊？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现在的房市喜欢带装潢的房子，市场就是喜欢，买方就是喜欢。为什么？不是因为带装潢的房子它比较香，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而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买房子，但是已经无法再负担装潢跟整理的费用，这个加起来很多钱呢。如果你不办装潢贷的话，你是要现金拿出来的呢。那你手上有这个现金，你更好的选择是买这种东西。对，买这种东西，剩下就很好处理，这样。而且他们在买房子之前，应该也都是租房子比较多，所以这种房贷加房租，同时两边在蜡烛两头烧的生活，真的是颇硬的哦。现在是因为他们两个是 YouTuber， 然后看起来成绩也不错，所以应该还撑得下来。如果是一般上班族的话，你叫他怎么办嘛？对吧？怎么生出钱来？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轻装潢大概怎么搞我会员影片已经拍过了来这边截图给你看这个标题叫做装潢细节大公开，让你卖出最高价装潢钱不用自己出，动格局更好卖。这个也是大家敲完我干脆先录一集，然后这全部都是我用嘴巴在讲我还没有带你正式去拍，我也在等一间房子交屋交屋以后我就装潢出租，我直接示范给你看就这样。好，那你现在加我的会员，你就可以去看到这支影片了。这里面1个多小时那我能讲的，我大概都用嘴巴先跟你讲过，日后会再出一支，我直接就表演给你看。就这样我要怎么装潢要怎么拉租金要怎么样。好来讲完了我们今天整理一下为什么买房却无法入住。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叫夫妇之道他们好不容易在台北买了一间房子，台北30岁很厉害结果现在没办法住那原因是他们因为没有经验错估了装潢跟水电需要的费用，现在就处于一个房子买了，但是还是要存装潢款的局面，所以现在同时要付房租跟房贷，压力很大。那我的看法是这蛮正常我当初买第一间房子的时候那是因为我运气好有前辈带那个前辈没有要坑我嘛他就这样所以我蛮平稳的，没什么事。但绝大部分的人买房子这种事情，谁天天买房子都没有经验那很容易会吃到亏这样。但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能够挺过来啦。这个就把它装潢到可以入住嘛。那以后还有钱的话，再来重改一次，那还可以啦那我讲他们这个 YouTube 的案例那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不会买这间房子因为我初估这种旧房子你要把它改到这样子。头期水电装潢包含头期款水电装潢，然后装潢到符合他们 YouTube 的质感现在 YouTube 不是都很好嘛看起来都很高级这样绝对超过400万那你手上有400，你怎么会去看一个旧公寓？你手上有400，你可以看电梯大楼2房了，对不对？因为你新青安你可以贷8成，你400的自备你可以看2000的房子，然后还蛮漂亮的这样。这个就是中古屋啦。他们现在同时要嘎自己的租屋处房租跟房贷，蜡烛两头烧，很硬当然新青安的话，它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的话可以降低它一点压力，所以更合理的方式是怎样？应该是要直接找已经整理好的中古屋我也举例子给你看了那已经整理好的中古屋总价比较高，但是它可以让你自备款的压力跟日后你大概就是软装家具家电就好了就可以拎包入住。只要你对那个质感没有追求到爆的话，就这样子做就可以了。而这个案例也同时证明了我们之前讲的论点，就是你要先整理好房子之后会比较好卖，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付头期款已经干了你要叫他再挤出一个装潢整理150万的费用，他没有办法他真的很硬。那我的会员影片已经有拍装潢怎么弄的1个多小时那如果你还没看的，你现在加入会员你就看得到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
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讲八卦，买中古屋现在门槛就真的是很高，非常的高，这个我知道，即使你有新青安，你还是高，首先头期款的门槛，再来装潢的费用，还有中介费，这个是大头，头期款，中介费跟那个装潢费用，中介费你台北你过1000万的，你中介费少说10几、20、30万，然后如果你是要自住的，那你就是看自己的标准到哪里。如果你要追求生活质感，拍片要很好看，怎样有的没的，那个景要直接做出来。我也看过一房一厅的女生屋主，也很年轻哦，一房一厅哦，装潢花到270万。我也看过这个就不是什么 YouTuber 那我也看过4房车位4房4间房间，然后两个卫浴都有开窗，还很大间的房子的前屋主，他敢买下来之后油漆而已，然后就去买2手家电，他就在住，全程这样弄完花不到50万，他那个又买2手的家具，然后又老人他没有讲究就是他就去那个3多3路去那个2手家具行随便挑，都很便宜啊，超便宜的，他全部买起来，我说花50万大房子应该还高估了。那如果全2手，连家电电器都是2手的情况之下，说不定30万就搞定4房。装潢这种东西是没有上限的没有上限，你可以贵到爆啊，你也可以超阳春啊，可是它可以住就是这样。好，那如果你有需要办装潢贷，那你就去办啊，这没关系总之是讲说中古的门槛怎么样，真的很高真的很高。如果你要做中古自产，我会建议你身上要留50万来整理化妆整理化妆，除非那个屋况就是很好，家具家电都齐全可以让你直接入住。可是这种东西就不会便宜嘛，就不会嘛那我们买便宜就是要留钱来整理，买一间像那个截图里的空屋那个鸟样子50万真的是低标了，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要改，50万花得非常的快。你大概就是天地壁、油漆、灯具、窗框那个弄一弄，钱就花完了。你的家具家电厕所都还不能重做50万大概就花完，很快所以中古屋的门槛真的很高，真的是很高，对中产阶级来说那对那个资产阶级，他不会去买中古屋嘛，对不对？他会去买豪宅案啊。如果你做中古，你就一定要留钱来准备这个装潢整理的事情，不然你就会像今天这个影片的苦主一样，你房子都买了，房贷正在缴，房租要继续付，蜡烛两头烧，你住不进去。